这是上海惠民路，以前这里很热闹，而今却是人去楼空，街上空荡荡的。有网友说，10年前我去上海的时候人很多，过个马路都要排队，现在可真是天壤之别，真的是想不明白。村下人很少，想不到大上海也没什么人，人都去哪儿了？Hello， 我的朋友们，你们猜猜这是什么商场竟然空无一人？除了还有几家餐饮店坚持着，几乎都空了。祝国王好冷清。最近一段时间，在中国社交平台上，网友们纷纷指出，在商场里、街道上人明显减少了，到处都是冷冷清清的，只有医院里的人很多，多地火葬场挤满了人。有网友说，感觉身边不少人去世了，包括很多年轻人。大陆民众认为，当局强制打疫苗，导致大量青壮年人去世，其中80后猝死成常态。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中国新年前后，多地爆发新一波疫情，很多民众全家感染。中国媒体和疾控中心声称，目前仍处于季节性流感病毒流行期，但许多民众认为这是新一波的新冠病毒爆发的结果。北京民众孙先生告诉海外中文媒体，最近疫情比较严重，感冒的比较多，周边戴口罩的人还是挺多的，症状是咳嗽什么的，恢复比较慢。有人说是新冠病毒。我有一个同学去世了，心脏骤停，没有基础病，我们怀疑跟病毒有关系。最近我岳母也去世了。河北保定民众张先生表示，现在感冒症状和那时候疫情的时候阳了以后症状一样的。像我们过去感冒，头疼也好，发点烧也好，流鼻涕也好，现在不那个样子，就是浑身酸疼。我老婆感冒刚好了，但是有好多从感冒转成肺炎死掉了，殡仪馆现在忙得不得了。江苏医师张亮透露，现在很多30、40岁的人患心梗、脑梗突然间去世，但是呢，这种情况从疫情的时候数量就变得很多了。像这一类的人，他平时身体还挺好的，也没有什么基础病，身强力壮的。我们接触的他们的工作岗位也不是很劳累，都是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张亮说，青壮年人无征兆的离世，一般心脏出问题的病人走得很快。我们接收很多这样的病人，比如这人在医院大厅里，心脏感觉不舒服，到急救室几分钟时间就不行了。因为心脏问题很难控制，因为在中国人口基数比较大，一年一个城市多死个几万人，也引起不了什么重视。一组中国各个年龄段死亡率数据显示，80后和90后的死亡率分别为 5.2% 和 3%。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最大医院的现状。有很多人以为中国最大医院应该是在上海或者是在北京，但事实上呢，是在郑州。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不但是中国最大的医院，还号称是全亚洲最大的医院。从下面的这3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它为什么号称是最大。它每天营业额超过6000万人民币，床位超过1万多张，但是接诊人数超过4万人。就是这样一家超大型的医院，现在都是人满为患。你会发现，有些人倾尽所有只为了活着。如果你觉得生活很苦很累，就来医院看看。只有在医院，你才能体验人间疾苦，感受现实残酷，人情冷暖，世事的无常。就会发现，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愿人间无疾苦，世人皆幸福。博主努力变优秀，带女儿端端到医院来看病。近日发了一段视频，同时发文说，医院里全都是人间疾苦，病房里全是眼泪难过，流水单上全是无奈心慌。我们本地的这家医院，明显病人比以往多了很多，我的时间全花在排队上了，耳朵里都是嗡嗡的声音，感觉都听不见了。长期面对这样的环境，加上心疼娃娃，我只有努力调整心态，坚强的面对。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博竹阿俊近日带妈妈去医院看病，他发的视频显示，半夜12点还有很多人在排队看急诊。他写道，一个急诊科20来个人排队看急诊，就一个医生在看，医院也要看现场情况，要应急处理一下呀。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海外中文媒体，我前一阵子参加一个葬礼，他是大兴殡仪馆，我问他们，你们现在一天烧多少人？他们说基本上是4个炉，一直保持在30多人。辽宁鞍山刘先生表示，当地火葬场人满为患，吊唁人川流不息，很大的停车场都没有地方停车。山东青岛一位网友表示，火葬场过年都加班烧，他去给妈妈做百日，人多的挤都挤不动。大陆媒体人曾杰明表示，疫情3年中多地出现的火化排队现象，去年年底到现在又再次出现了。他说，火葬费大幅上涨，现在多个省已经对土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疫情很严重，烧不过来了。我得到一个消息，国内殡仪馆火葬场所有的统计数据一律不准外传，否则一票否决。如果是员工的话开除，是领导就地免职。现在下了这个严令，火化尸体的数目要严格保密。刚开年，殡仪馆这块堵车了啊！停的全是车，过不去了。这个点都是入殓的。近年来，大陆知名高校的专家、高级行政官员、企业高管、青壮年警察等密集病亡，其中很多被官方宣传为优秀党员。2023年8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指出，新冠疫情主要是针对共产党以及那些盲从中共、维护中共、为中共卖命的人。目前死了很多人，包括很多年轻人。李洪志大师还开示，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根据媒体报道，有大量退出中共的相关组织及退出共产党、共青团以及少先队的民众，成功避开了瘟疫或战胜病毒。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全球退党中心负责人建议那些无法上网声明退出党团队的中国同胞们，可以把退出党团队的声明张贴到公共场所或写到纸币上花出去，在有效性上也是一样的。他表示，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助于增强自身免疫力，消灭中共病毒，有助康复。中国各地医院人山人海，而商场、街道等曾经是熙熙攘攘的地方，人都变少了。就连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也是如此。我现正在大上海陆家嘴世界金融中心，这大中午的，整个路上都没人。白领呢？美女呢？这可全是各大银行大楼总部，还有各种证券金融中心大楼，应该很多白领才对。这人都跑哪去了？逛一大圈，连个餐饮店、美食城，吃个简餐都找不到。这还是一年创造5万多亿 GDP 的大上海吗？真是奇怪，人呢？还没有我老家人多。这么大的一家超市，竟然人影都没有，人都去哪里了？大家好，我是广州阿明啊。我现在是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的一家超市里面。这家超市啊，以前在我们这个小区里面呢是十分的出名的。还记得以前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啊，这个超市都是人满为患，人流量啊十分的大。但是如今看来啊，从我这个视频可以看得出来，倒闭的倒闭，转让的转让，真的是鸦雀无声，人影都没有一个。其实就在3年前吧，就是疫情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这个超市的生意真的是火爆的很，甚至还开了几家小的分店。但是现在应该是由于疫情的原因和人们消费习惯的一个改变，这家超市的其他分店已经开始倒闭了，关门了，就剩下这个大的超市在这里独木难舟，估计呢也可能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因为你看它这里的人流量压根就没有，它这个租金呢肯定也是不便宜的，因为它很大，一共有4层楼那么高，每一层啊都有几千个平方。给你们看一下大上海实体经济的一个现状啊，姐妹们，
然后这是上海的七浦路，曾经一铺难求，到现在的无人问津，整个市场都在望铺转让，望铺转让，然后房租都不要你只要进来交物业费就给你用但是还是没有人租。你看，整个市场的出租率不超过10%。我们的直播间在2楼，然后我租了一个很大的，1年只要2万块钱，100个平方。所以现在这个实体店怎么干？你看干干净净的，虽然稀稀拉拉这个市场有一点商户然后就开口几个，但是依然是没有人的。所以你说这实体经济被干成这样子，到底啥原因咱也搞不懂。那每天也忙忙活活的，反正每天也都觉得做生意，跟坐过山车一样，天天时好时坏的。你看看这情况，哪里都没人。现在北京最可怕的不是房价下跌而是这个房子根本就租不出去。北京也会租不出去。你像我们小区之前2居室6000块钱1个月，你这边租户还没到期呢，那边合同都签完了。房东无缝衔接对，哪有空着的房子呀？以前现在我看我们小区好多业主靠中介都靠不上了，自己亲自就把自己发自己家房子出租了。好租吗？不好租，我看有个业主去年发的6000块钱1个月，今年都降到5000块钱了，还没租出去呢。这么多，也租不出去。对，你说北京的人现在都去哪儿了呀？大家估计生活压力大，离开北京了。最离谱的还是北京的一个办公楼现在北京的办公楼空置率至少50%以上。这么夸张？你现在去那个办公室里去看看，一层楼稀稀拉拉的，没有几个在那儿办公的现在租个100平米的办公楼也就1万多块钱。合下来也就3、4块1平米。以前北京哪有那么便宜的房子北京的租赁市场已经完全崩溃了，实在太难出租了。我作为房东从来没有这么卑微过。租户一个个的态度都特别蛮横。过去呢，你要看他不顺眼，你可以让他滚蛋，但是现在他一不爽那就不续租了，你就很难再找到租户，所以你只能哄着他，求着他才行。我有一套房要出租，小区同户型23年的时候还能租到17000，去年就只能租到15000了。我想整租13000，结果实在租不出去，只能分租。有间卧室直到现在还没租出去，已经空了5个月了。我想租3000，结果租户给你下通牒，我的预算只有2500。你要觉得行，我就去看房；你要觉得不行咱们也别浪费时间。而且已经入住的租户特别烦，每天跟你商量要降房租，否则他们就不续了。你敢想吗？在北京朝阳区长营这个地段，这样的独卫能空2个月，你敢想吗？最初呢是因为米高，可以理解，然后空着，后来现在降下来之后呢，发现淡季了，没人租了。这样的独卫在长营这个地段，我真不敢想象它能空2个月。你说这宽宽敞敞的，各个方面都很漂亮的，然后下楼就长营天街购物中心，周边配套啥的那就不用想了，相当的有啥有啥。你再看看这阳光，电梯高层的1梯1户，而且还是地暖的，再加上这阳光，这屋有点热。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